现在美国甚至都拒绝承诺武力保卫乌克兰，那又怎么会真的动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从乌克兰能看到台独的结局吗？我看可以。最近有媒体披露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立刻要求访美，希望美国做3件事：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出面调停东乌局势，终止北溪2号天然气的管道工程。但是拜登政府没有对这3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明确表示的是不会为了乌克兰而跟俄罗斯开战。台湾媒体评论说，乌克兰和台湾当局同样都在努力地抱美国的大腿，如今乌克兰已经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台湾当局的下场又会是什么呢？乌克兰和台湾哪个对美国更重要？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恐怕乌克兰更重要。美国是个英语国家，主流文化都从英国继承而来美国和欧洲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作为欧洲国家的乌克兰显然更容易受到美国的亲近。如果乌克兰重新回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么整个欧洲又要像冷战时期那样瑟瑟发抖了。而亚洲在美国人的眼里从来就是个很另类的地方。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在大谈重返亚洲，但雷声大雨点小，美国在亚太驻军的规模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多少。台湾当局对美国虽然很重要，但还是属于那种可以放弃的对象。最关键的是，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国家政策、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寻求美国驻军，虽然很丢人，但是它是符合国际法的。台湾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全世界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当局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到国际上去活动，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必定是有限的，而且是三心二意的。现在美国甚至都拒绝承诺武力保卫乌克兰，那又怎么会真的动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呢？况且乌克兰局势上的力量对比与台湾问题完全不同。俄罗斯虽然摆出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但俄罗斯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武器装备先进程度上都远远不如西方，俄军只能集结不到20万人来应对乌克兰的局势。俄罗斯为了防范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甚至被迫在主战坦克上焊一个铁帽子，看起来非常好笑，也非常让人心酸至于俄罗斯在空军主战装备上的技术差距就更加明显了。这就是说，美国要是想全力投入乌克兰战场，在常规战争范围内它是能打赢的。那在台海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要远远超过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友好，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后背。中印边境虽然有冲突，但是印度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南海呢，周边的几个东南亚国家，谁愿意陷入和中国的武力对抗？解放军可以把绝大部分作战力量都投放到台海方向，美国不搞一次举国规模的动员，是绝对拿不出能解决问题的力量来的。而且在台海的当面，解放军立足家门，以逸待劳，对美军加台军加日军拥有明显的装备数量优势与部分质量优势，还有我们的后勤保障优势和精神士气的优势。美国如果认为自己能打赢，那是从来不会客气的。海湾战争期间，面对伊拉克装备精良的100万大军，美军毫不犹豫地投入战场。科索沃战争，美国不顾俄罗斯的一再警告，对蓝联盟实施了狂轰滥炸。在欧洲同俄罗斯对抗，在台海周边区域同中国对抗。那美军在过去的30多年中，想打谁就打谁，来去自由，行动如风的这种绝对的战场优势完全不存在。所以拜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龟缩不出，在台湾问题上不肯说一句痛快话，就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赢。台湾某些人还在苦苦的等待美国政府的承诺，还在把与台湾关系法当作护身符，这不是在做青天白日梦吗？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